小宋啊，你要是再不来，我就要被丢出餐厅了。先生，我不知道这位大小姐跟您有关系啊，这要借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对她不敬啊。把账结了。大小姐，那我们就先下去了哈。我还是更喜欢你刚刚桀骜不驯的样子。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？手机借我一下。尊贵的紫金商会会长，欢迎回来。通过了黄毛验证。你真是会长？这电子锁可是我花了上亿独家定制的，非本人无法解锁。那还有假？错不了，这个信息只有会长知道。宋天林，见过会长。见过会长，见过会长。现在立刻把紫金商会全部股权转移到我这个身份下。另外，通知董事会所有高层，董事长叶真伟。哎呦！那您和我一起回商会吗？其他事情你自己处理好，我还要去找我儿子呢。会长，今天下午3点，股权将全部转移到您现在的名下，到时紫金商会的官网上即可查询。不错，那先回去吧。哎，哪儿来的丫头片子？赶紧滚！嘿，小伙子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我儿子陈云可是这里的业主，我是来找他的。陈董可是天海市10大青年企业家之首，身价过亿。谁家的熊孩子，连陈董的玩笑都敢开？陈董，放开！陈董，不知道哪儿来的丫头片子，我马上就把他赶走。随便给点钱，打发走就是。陈云，我可是你亲妈！陈云，我可是你亲妈呀！陈董，我马上就把他处理掉。有种再走，你找死！陈云，你连自己的亲妈都认不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你爸当年抛妻弃子，可是我一把屎一把尿，又当爹又当妈的把你拉扯大的。你别忘了，你10岁都还在尿床。他怎么和我妈这么像？敢跟陈董这么说话，你找死！滚！爷，跟我进来。我就说我是他亲妈吧，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这装潢还挺不错的，主打一个简洁。不过就是这个遗照不太满意，为什么就不能给我加点美颜和滤镜再 P 一下呢？女人可都是爱美的。好了，别再装了，真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？我不是你妈，我还能是谁呀？这么无聊的谎言，你真以为我会相信吗？
知道我10岁还在尿床这件事，除了他，不会有别人。所以你就是……对，我就是我妈的私生女，对不对？臭小子，我是你亲妈。8岁的时候，你给村里的鸽子喂泻药，村里人都找上门来，是谁给你挨家挨户道的歉？还有10岁的时候，一个人偷偷划船去钓鱼，在海上漂了1天1夜，被救回来的时候，被老娘绑在电线杆上打，你都忘记了？好吧，连这些事都告诉你了。接受现实吧，儿子，我就是你亲妈。你这说话的语气，比我都还像他的亲生骨肉。不过，就这些事情，可说明不了什么。你这孩子从小就犟。这日记有些眼熟啊。这东西可有年头啦。亲爱的雪，从我见到你的第一刻开始，我的心、我的肝、我的大肠、我的全部都已经属于了你。别！啊，当初有敢躲在被窝里偷偷写，现在就没敢了。听我念给你听了。4晚上，这不是别念了。然后你就变成了个孩子。其实我比你更想知道都发生了什么，但既然老天这么安排，我想一定是有原因的。怎么变成孩子了？这么喜欢吃糖啊？喂，陈董，金龙集团的吴董已经答应考虑合作，咱们公司有救了。太好了！辛苦了，妮子。你叫我什么？陈董，这位该不会是您的女儿吧？怎么可能？你先别管他。吴董呢？紫金商会今天将会更换新任会长，吴董收到消息之后已经赶往总部了。今天我们的项目将由张经理来跟我们。什么？紫金商会要换新任会长了？这商界怕是要变天了。那我们快进去，别让张经理久等。陈董，您去谈生意带着女儿可不太方便吧？我听说这个张经理的来头可不小，人家在金龙集团就是镀个金，将来可是要去紫金商会工作。那怎么了？我儿子谈生意，我这个当妈的不得把把关？啊，你这小丫头怎么没大没小的？你管谁叫小丫头呢？你妈来了都得叫我一声姐姐。你先别管他。我妈是农村妇女，你懂什么？以后进去别乱说话。张经理的靠山可是紫金商会的杰克逊先生，那大人物我可惹不起。你说的是那个虎背熊腰、1.9米的高管？你认识他？我当然知道他，没想到当年在村口喂猪的王铁柱，如今在别人眼里却成了大人。给自己取了什么洋名？想当年我你们是哎，你们懂不懂尊老爱幼啊？等等我！这有钱人的品味也太奇怪了吧！这么丑的字画，居然放在这么显眼的位置。你懂什么呀？这幅字画当初有人花500万想要购买，金龙集团的董事长都舍不得卖呢。就他值这么多钱？这幅字画可是紫金商会的会长第1幅目，
意义非凡呐！依我看呐，这幅字画500万还不够呢。这竟然是紫金商会会长画的，我突然觉得这幅画画的可真好，好像已经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境界。是。你们两个看什么呢？小丫头，你今天可是来这儿了。这幅字画呀，可是紫金商会会长亲笔，很多人穷极一生都见不着的。我的亲笔。这鬼玩意儿不是已经真了吗？这书法也太难练了，这写的跟鬼画符一样，这是让外人看见，我这一世英名可就毁了。会长，会长，那个尾款的事已经批了，你去找财务吧。哎，你还有事儿？啊，没事，我帮你把垃圾桶掏了。妈，你可别乱动，我可赔不起啊！你死了，他们两个还当成宝，够呛！我今天必须让他彻底消失。住手！你让老娘我住手，我就住手啊！那个小兔崽子，你知不知道，这可是紫金会长之前亲笔撰写的字画，价值连城啊！一幅破字画还价值连城，撕了才好，省得给老娘我丢脸。小兔崽子，你还敢侮辱紫金商会的会长！老子今天你先消消气，我是天云集团董事长陈云，您别和小姑娘一般见识。这幅字画多少钱？我们赔。你们赔偿？你们知不知道，之前就有人出价500万要购买这幅画，我们董事长都没舍得卖呀。这可是紫金商会会长的亲笔啊，全天下仅此一幅。大惊小怪，一幅破画儿，哪有那么珍贵？妈，你少说两句吧。你再跟我说，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张经理，您消消气。陈云，你带这么个破孩子来我这闹，投资不想要了是吧？张经理，求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！看在我们约了这么久的份上，别跟小姑娘一般见识，为你跟张经理道歉。你们求他有什么用？一幅破字画，撕了就撕了呗，不就是批准2个亿的投资吗？我替金龙集团答应了。完了，这下球了！陈云，你看看你家这个死丫头干的好事儿，先是不经允许撕坏我们公司名贵字画，现在还敢私自盖章，这可是犯罪！这要透出去了，你们公司1分投资都别想拿到，你们一个个的都得给我进去！哼！张经理，是我管教不严，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？你都下去吧。陈云，哎，别说我没给你机会了，这字画吧，都可以找人伪造。至于这私自盖章的事儿吧，在我这儿也可大可小啊。不过，你要给我1000万。哎，别着急，还没完。还有这次项目20%的提成，我保证，哎，这件事不会有任何人知道。怎么样？您这是趁火打劫呀！陈云，你们天云集团不过是天海市一个3流的企业，我们金龙集团那可是背靠万亿资产的紫金商会。我愿意给你这个机会，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。你就算不跪下来向我表示感谢也就罢了啊！
你还说我狮子大开口，你脑子是不是坏了呀？金龙集团不过是紫金商会下面的一个小公司，而你只是一个小人物罢了。破孩子，你我们走，不就是投资的事情吗？我们找紫金商会要，老娘看他们敢不敢拒绝。陈云，你把这小崽子教育的是真好啊！这年纪不大，口气可是够狂的呀。既然他这么厉害，你还来求我干什么呀？啊，你就让他带你去紫金商会啊！走！妈，你能不能别再开玩笑了？紫金商会那种庞然大物，怎么可能愿意见我呀？张经理，要不您再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们考虑考虑。你再给我们点时间吧。机会我可是给过你了，哎呦，我还要考虑考虑。哎呀，坏了，现在这事儿啊，没有2000万搞不定了。别！另外，你这小秘书长得够水灵的，让他过来陪我一个。你还真拿陈云当棒槌啊？钱我们有的是，但你配拿吗？陈云，你要是再不管这丫头的臭嘴，我可就要走法律程序了。妈，你别再给我添乱了。你到底是不是我儿子？老娘以前怎么教你，你都忘了？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今天你就好好看看老娘我是怎么办事儿的。来，我？哼，我看看你还能搞出什么幺蛾子来。金龙集团给你这个职位，就是让你仗势欺人、中饱私囊的。好啊，你个小丫头片子，老子今天非送给我干什么你？张经理，您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。您有什么火气，您冲我来。陈云，我陈云给您赔罪了。你看见了吧？都是因为你，让陈董的尊严颜面扫地。你不要再仗着自己是小孩就胡作非为了。我把话撂了，这死丫头片子敢打我，你今天要是不打断她的双手，一切免谈。告诉你，你们公司可还等着我们的投资救命呢。张经理，少来这套！陈董，他虽然不招人喜欢，目中无人又不讲道理，但他还是个孩子啊。这丫头说话怎么听着这么让人别扭？对不起，张经理，今天的事情我很抱歉。他损坏那些字画，我一定给您赔。但您要我低三下四的摇尾乞怜，还要我打断他的双手，这绝不可能。说得好，这才像个男人。你可少说2句吧，要不是你，我们会变成这个样子。陈云，你最好别后悔啊！你们惹了我张大鹏，以后谁都别想在天海市混下去。张大鹏，你好大的能耐！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果然是他。当年我想让他来紫金商会当经理，他非要自己出去创业。这丫头的眼神怎么和玉珠这么像？吴董，你不是去总部开会了吧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再不回来，你还不知道跟我捅出什么乱子来呢！你难道不知道和天云集团的合作是我答应的吗？我知道，可是你看他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倒是有点男人样子。可是什么可是？陈云他们是我的客户，也是你能欺压的吗？吴忠民，你他妈只比老子高1斤，竟然敢打我打你又怎样？吴忠民，你他妈欺人太甚！你啊！哎呦，吴忠民，你以为只有你在紫金商会里有靠山吗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姐夫就是紫金商会里堂堂有名的高管杰克逊。哼，怕了吧？我张狂啊你！告诉你们，等一下我姐夫过来了，你们谁都别想在天海市混下去。陈云，你们赶紧走，出什么事我吴忠民担着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受半点委屈。陈董，
吴董怎么这么护着你啊？他跟你是什么关系啊？一直不知道，还以为他是你后天呢。我也不清楚。什么杰克逊不杰克逊的，这个王铁柱真好大的胆子，竟然给人当起了靠山来。妈，你能不能别再添乱了？杰克逊先生那可是紫金商会的大人物，怎么可能会是你说的那个？好儿子，你放心吧，有你妈我在，没人敢让你说半点不去。好啊，让你们看看，等一下杰克逊先生来了，你们有种谁都别走。什么？你都报出我名号了，他还不把你放在眼里，还连我一块儿骂。今天，老子都要看看他是什么样的大人物。把你那从村里带来的混劲收拾。会长以前怎么告诫你，都忘了吗？副会长，我40岁才结婚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媳妇儿就这一个弟弟，你说他有事儿，我能不帮吗？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这新会长就在天海市，你要是出了事儿，没人帮你擦屁股。新会长，有他照片吧？这段时间我得注意点啊。半个小时以后，公司股权进行变更，到时候紫金商会的官网上自然可以看到新会长的信息。杰克逊先生马上就来了，你们有种都别走，都等着吧你。这沙发这么舒服，我们为什么要走啊？陈云，你帮我记下牌子，回去我也买一张。陈总，你家这小丫头这么张扬，你不管管？我管他，他不管我就算了。这杰克逊先生可是商界的大人物，他脚一跺，整个天海市都要抖3抖。我们可招惹不起。现在知道招惹不起了，晚了。等一下我姐夫过来了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得给我跪下磕头谢罪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让我给你下跪道歉？你受得起吗你？有种你再说一次！就算是王铁柱他过来了，我也照样和他这么说话。哎呀，我非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口无遮拦的臭丫头片子！那是我的客人张大鹏，你敢？住手！完了，就是那个陈云，这臭丫头片子，在这里口出狂言，还一直侮辱你。还有这个吴忠民，为了包庇他们，把我鞋都打掉了。这姐夫，你可不得为我报仇啊！人是我打的，跟陈云没关系。吴忠民，你就不知道他张大鹏是我小舅子吗？杰克逊先生，这一切事情都是因我而起，我陈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。你承担？你承担得起吗？我愿意赔偿3000万。3000万？你打发叫花子呢？你今天欺负我小舅子，就是欺负我媳妇儿。你欺负我媳妇儿就是欺负我，你们敢欺负我？你王铁柱，你现在本事真是越来越大了。王铁柱，你现在本事真是越来越大了。哎，你个小丫头片子，你管谁叫王铁柱呢？我姐夫那可是紫金商会堂堂有名的高管杰克逊。杰克逊，妈，亲妈，你可别再乱说话了，现在还能息事宁人，你要是再乱说话，剁了。嗨，我又没瞎说。15年前，他王铁柱还在天海市王家村喂猪呢。姐夫，你真养过猪啊？不是，你说谁是喂猪的呢？臭丫头片子，看我撕烂你的腿！姐夫，你这件事儿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不光知道你是一个喂猪的，我还知道当年你欠了3万的赌债，还有你进了紫金商会也没少犯错吧？要是会长念及旧情，你估计现在还在蹲大牢呢吧？你究竟是谁？这件事除了紫金商会的会长知道以外，还会有人知道吗？我知道。看来你还不算太傻。没错，我就是。你一定是会长的私生女。我是紫金商会新任会长。
脑子是不是坏了呀？这种话他也说得出口？陈云，快别让他说了。陈东，以前就不该把他带回来。妈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就算你真的认识杰克逊先生，你也不能说自己是紫金商会会长吧？为什么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再辩解下去。我摊牌了，我就是紫金商会的会长。这一个黄毛丫头就说自己是紫金商会的会长啊，简直是可笑至极！小孩子骗子，我告诉你，在座的各位都知道紫金会的会长非命，现在紫金商会属于群龙无首，就你个小丫头片子都敢来冒充会长了，哼！陈云啊陈云，我看这下还有谁能救得了你们公司？不用给他们说这么多废话，冒充会长就是侮辱会长。保安，把这些人都给我扔出去！我看谁敢！我看谁敢！怎么回事？一个小孩子而已，居然会有跟会长一样强大的气场。黄铁柱，你这是越活越回去了，你连我的身份都敢质疑。况且我说的是现任会长。哼，你还在这吹哈？紫金商会现任的会长还没有定出来呢，还在这胡说八道。哎，等一等，下午3点钟，紫金商会新任会长的信息就会公布在官网。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今天就要看看你说的到底是真是假。哼！你们看看啊，看看，哈哈哈！紫金商会的会长现在根本就没有变，我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那你再刷新一下试试啊！刷新就刷新，这不可能！真是会长，怎么可能啊？啊！我这个乖乖，我没听错吧？陈董家的小丫头，居然是紫金商会的现任会长。我难不成是在做梦？你来真的？唉，我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接近你，奈何实力不允许呀。姐夫不对，他一个小屁孩怎么可能是紫金商会的会长？这定有问题。对，一定是后台程序出了问题。对，生气呀你！紫金商会的后台足足有18套防火墙，怎么可能出问题？我被你害惨了，赶紧跪下来给会长道歉去。姐夫，你让我跟一个小屁孩下跪，我姐夫心疼的。姐夫，会长，姑奶奶，会长，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呗。会长，先前是我们有眼无珠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原谅我们这些小人物吧。别啊，我怎么能让堂堂金龙集团后门经理，还有紫金商会喂猪铁柱做你的事？陈董，你家这小丫头阴阳怪气，可真有一手。会长大人，陈总的事儿，我马上就盖章，马上就给他投资。请您大人原谅，放过我们好不好？啊！既然如此，那下不为例啊，我们走吧。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。会长，姐夫，你咋成了紫金商会会长了？我这托老朋友帮我办。我一个农村妇女，怎么可能是紫金商会的会长呢？你说对吧？我就说嘛，你可真会忽悠，你把我都给差点骗住了。这不是陈氏集团陈董事长陈志国吗？爸，
怎么还来了？陈导，你有这个资源你早说啊！你不用那么低三下四去拉狗。爸什么爸呀？我没你这样的爸。你看你把我气成什么样子，臭小子！你还要疯到什么时候？这几年，你除了手刃你这几个亿的破公司，你还有什么成绩？您这说的是？不管怎样，那也是我的心血啊！我跟你回去，除了继承那100亿资产，还有这些龙头企业，还有那数不胜数的地皮以外，我还能拥有什么？不要你认我呀！臭小子啊！你就这有几个小目标，你就给老子那么说话是吗？啊！你打我！造孽！我跟你回去，只能做一个一无所有的富二代，每天看着那冷冰冰的豪车，根本实现不了我的人生价值。人家不要你给我呀！算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明天是你爷爷的寿辰，你爷爷念叨你几次了？明天你跟我一块儿去，别怪我没告诉你啊！你明天要不去的话，后边就没机会了。老爷子怎么了？他老人家，你等等，你是谁啊？要你！你是谁啊？要你！他怎么跟你解释呢？他就是父，您连自己孙女都认不出来了吗？臭小子，你是真不把你爹当爹啊？啊！这些年，你就给我搞出那么大一个孙女儿？不是我的也不是他女儿。哎，丫头，你不要袒护他。再怎么说，你是我陈志国的孙女，我养你。啊！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你们能不能别胡说了？你老实跟我说，这姑娘是咱家那丫头。谁？白若雪？我俩小学就不联系了吧？哦，那就是宋家他们家老二的，怪不得那时候我就看你俩关系不正常。爸呀，你能不能别瞎猜了？我跟那宋依婷完全就是纯洁的友谊关系。孩子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真的没看上你爹呀？这男女之间有纯洁的关系吗？哎，不会是这姑娘吧？要是想，陈总他不答应啊。哎呀，你别瞎猜了，我是冯玉珠。我是冯玉珠。丫头，这个玩笑可开不得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再辩解下去。我就是冯玉珠。陈导，冯玉珠是谁呀？为什么伯父的反应这么大呀？冯玉珠是我妈。妈，这明明说的都是汉语，我怎么一个字都听不明白？啊！胡闹！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女儿吗？真能那么开玩笑？现在你们两个马上跟我回家！我不回。这由不得你。哎，干嘛？放开我！哎，爸！这有钱人的世界怎么搞不懂？哎呀，放我出去！走，别闹，别闹！你干嘛呀？你别闹啊！我带你回家。放我出去！别闹！爸，我都说了，他真就是我在街上捡回来的。臭小子，你是真当你爸老糊涂了啊？哎，来，宝宝，你在长身体，多吃点肉肉啊。我不喜欢吃肥肉。你竟然跟你奶奶一样，她也不喜欢吃肥肉。只是他到现在还记得。郑岩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丫头
跟你有关系吗？理论上来说吧，肯定是有的。那从现在起，他就是我陈日国的孙女了。他都把你当成我女儿了，你怎么还有心思在这看书啊？我解释他又不信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再说了，我又没说什么，你急什么急啊？这不倒反天罡了吗？况且我这还没结婚就有孩子的事情，要是传了出去，我的声誉该怎么办啊？小月，你出来跟我商量商量，给你爷送什么寿礼？哦，老爷子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陈志国，你和玉珠离婚，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说，是不是你做了对不起玉珠的事情？爸，我们俩不合适。玉珠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老头子一天在，我就只认你这一个儿媳妇。从今往后，不管遇到任何事情，只管张口。会长，您找我有事儿？小宋，准备一份厚礼，以冯玉珠的名义送到陈老爷子的寿宴上。一会儿你见了老爷子，可千万别暴露自己身份啊！他年纪大了，受不了这样的刺激。还用得着你教我做事？你俩聊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跟他嘱咐两句。这丫头可比你懂事多了。你呀，别因为你有一点成绩在这心高气傲的。我可告诉你，你大伯家的儿子已经进入紫金商会了，可比你强多了。陈老爷子到。寿礼呢？不是在你房间吗？哎呀，我给忘了，我去取。哎，算了，我让助理给送过来，咱先给老爷子祝寿。好吧。老爷子，这幅《千里江山图》，请您收下。赵家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。这对碧玉是我张家的心意，祝您老寿比南山，不老缩。爸，你是个逆子，竟然有脸来替我祝寿！黑爷，黑爷，今天是您的生辰，不宜动怒啊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老爷子的脾气还是这么不好。你别拦我，今天我要教训这个逆子。要不是你，玉珠怎么可能会走得那么突然？她一个女人，这些年肯定吃了不少苦，要不然怎么会好端端的就走了？玉珠是出意外去世的，再怎么说，我作为她曾经的老公，她走了，我能好受吗？算你还有点良心。你还敢犟嘴？当初如果不是你们两个离婚，他怎么可能会出意外？爸，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？你说什么？你给我再说几句！等等，丫头，你闪开！他想打你就让他打好。我是怕老爷子被你给气的。玉珠，真的是你回来了？爸，他不是。问你了吗？老爷爷，我是陈云同事家的孩子。啊？是，他是我和我秘书的孩子。不，他是我秘书的孩子。像，真像，跟玉珠那丫头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爷爷，您还是别太想我妈了，身子要紧。父亲还给您准备了贺礼，稍后就送到，您消消气吧。他的礼
我不要。过后奏。怕是根本没有准备吧？啊！哎呦喂，要是早有那份心呐，早就准备好了，怎么能够临时找一个人给送过来？大伯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父亲早就准备好了寿礼，只不过临时有事还没有送过来。哎呦，你是他的儿子，你当然替着他说话了。老公，给他们看看咱们给老爷子准备的寿礼。看好了，这可是紫金商会会长亲自撰写的字画。什么？这竟然是紫金商会会长的墨宝！陈兄，真是好大的手笔呀！哎呦，紫金商会会长如今已经逝世，这幅墨宝价值恐怕又要翻上几倍，价值几千万也有可能啊！这紫金商会会长墨宝，我听说只有一副呀，如今就在这金龙集团挂着，被封为至宝呀。那这幅墨宝又是从哪儿来呀？实不相瞒，这幅字画被金龙集团封为至宝，如今被我收购，献给我的父亲作为寿礼啊！金龙商会的那幅字画，不是被你撕了吗？这幅字画是假的，紫金商会的印章有一堵强威印记，而那没有，但也足以以假乱真。你是说他们拿了一幅假的字画来糊弄老爷子？不行，我要揭穿他们！等等，爸，志刚一直跟我说，只要能让您老开心，让他花多少钱，他都心甘情愿。不像某些人，只会空手过蹭吃蹭喝。我儿用心了。来呀，把这幅墨宝给我挂起来，我要让所有人都能看到我儿的心意。等一下，爷爷，那幅字画是个赝品。什么？什么？假的？这孩子真是心急。陈云，你瞎说什么呢？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小云，你干嘛啊？陈爷，你为什么说你大伯的这幅墨宝是假的？爷爷，我有证据，紫金商会的印记有一朵蔷薇，而这幅字画上并没有。到底是真是假呀？所以它一定是个赝品。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？小云，说话可要有证据。你说紫金商会的印章上有一个蔷薇印记，那我问你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你是紫金商会的会长吗？我可以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。你下次再给我这么冲动，可没人给你擦屁股。哎呦，这是哪来的野丫头啊？怎么能有你这个小孩子说话的份儿啊？就是，谁家的野孩子这是？给他赶出去，省得在这里捣乱。这是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哥大嫂，这是陈云家同事的孩子，我现在就让他带走啊。陈云，这把他带走，走。据我所知，紫金商会的会长只写过一幅墨宝，如今被金龙集团的董事长封为至宝，许多人命家售买都被其拒绝。请问您是花多少钱从金龙集团买过来的呢？这小丫头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质疑我？把她给我赶出去，否则我对她不客气了。我告诉你们，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。今儿是老爷子的寿宴，怎么能够就这么一个黄老丫头在这添乱呢？陈云，你到底是何居心呐？你大伯，你的反应为何如此之大？莫不是被说中了？怎么一直转移话题？放肆！怎么跟你大伯说话呢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这幅墨宝是我高价500万从金龙集团经理张大鹏手中收购过来的。一会儿张经理还要给老爷子祝寿，怎么着？你怀疑这幅字画的真伪？哼，小心一会儿你吃不了兜着走！我告诉你。
你们被张大鹏给骗了。胡闹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竟敢质疑张经理？我告诉你，他姐夫可是紫金集团的高管杰克逊先生，怎么可能会造假？老爷子，您赶紧的把这野丫头轰出去吧！要是让那个张经理知道这寿宴上有人侮辱他，这到时候不好解释。丫头，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。当然可以，这幅字画可是金龙集团董事长的心爱之物，所以张大鹏一个经理，他没有资格私自收买。哎，说的好像是这个道理啊。你说张大鹏就算是金融集团的经理，他也没有权利把董事长的东西卖了。更何况这可是紫金商会会长的墨宝，他一个经理有什么资格贩卖这等宝物呀？对，是啊。说的有道理，看来是老头子我欠考虑了。那有没有可能这是紫金商会会长的另外一幅墨宝呢？那就更没有可能了，因为紫金商会的会长只写了一幅字画，并且这幅字画已经被撕掉了。撕了？一派胡言！谁这么大的胆子，敢撕紫金商会会长的字画？老爷子，他们俩净是胡说八道，您老可别听他们俩的鬼话啊！我和我秘书亲眼所见，还能有假？不信的话，一会儿等张大鹏来了，你们自然就知道。而且，撕掉这幅字画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。我没听错吧？陈人竟然说这个小姑娘撕了字画，一个毛都没有长齐的丫头，哪有资格接触这等宝物啊？二弟呀，听大哥一句劝，把你儿子送神经病医院吧，现在他这儿出问题了。哎呀，简直是鬼话连篇呐！他要是撕了字画，那他还能活着站在这儿吗？真是，陈云，你连我都敢耍？爷，我说的都是真。住嘴！事到如今，你竟然还不知悔改！我看你这些年在外，本事没长，倒是学会胡说八道了。我小月，小牛懂事，你也不懂事吧？今天是你爷的寿宴，你得把他起出个好歹。爸，好了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相信你啊？相信他把这字画给撕了？你这到现在还跟他嘴硬，你把我们家的脸都给丢尽了。小云呐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也年纪不小了，怎么还吹这些不着边际的牛啊？啊，你不怕闹笑话？哎，治国，回去赶紧教训教训。那要是真闹出来笑话，丢的可是我们陈家的脸。用不着你们说三道四，陈云做事是真是假，张大鹏来了自然晓之。妈，有娘生的没娘教的，你看看你把我们家孩子打的一点教养都没有。你们家本来就穷，还不让人说了，长大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。我的儿子还轮不到你们来管教，都给老娘滚！够了，陈云，你现在立马把这丫头给我带走！金龙集团经理张大鹏到。金龙集团张大鹏祝陈老爷子福星高照，长命百岁。这是我一点心意，还望您笑纳呀。张经理客气了。老爷子好身体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怎么，就许你给陈老爷子祝一寿，不许我祝寿了？你闭嘴！没教养的野丫头，你怎么跟张经理说话呢？这是张经理，你认识他？这火祖宗怎么也在这里？就算我谁都不认识，也不能不认识他呀。张经理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个野丫头出言不逊，说您卖我的字画是假的，还对你毫不放在眼里，你可一定要好好教训她。对，张经理，别放过他啊！他小时说谎，长大犯法啊，得让他好好长长记性。
啊，张经理啊，你息怒啊，别给孩子一般见识啊。没事吧？你放心，就算给他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动他一根汗毛。儿啊，你脑袋真出问题了吗？他张大伯我当然不怕，可是他姐是紫金商会的高管，杰克逊啊。张大鹏，我叫站长，你敢叫孙女？耶！你给我放肆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有妈生没妈养的玩意儿，竟敢这么跟张经理说话你？张经理，您别跟这个没教养的丫头一般见识。陈云，赶紧的，把这个丫头带出去呀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可你长得和玉珠如此相似，性格却是截然不同。陈云，从今往后，你和这丫头都不许再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否则逐出陈家。你们陈家一直都这么勇的吗？死嘴呀！快说点什么呀！住口！哎，看见没有？完了，你们完了！嘿，张经理现在生气了。嘿，我让你闭嘴，没听见吗？他妈的，你再说下去，咱们都得玩了。张经理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说您卖假字画的是他们。对呀，张经理，您打错人了。不是，闭嘴吧！我说的就是你，没听见？老子卖给你的字画是假的，真的字画早都被他撕了。不可能吧？您没开玩笑吧？我早就说了，字画已经被我给撕了，你们不信，看来还是张经理的话有可信度啊。这个小祖宗又笑了，再待下去，恐怕我有生命危险呢，得快点跑路。张老爷子，那个我家里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张经理，我不认识你。都是因为你，你干的好事，直接把张经理给气走了。以前感觉你的思维和正常人不太一样，看来的确不一样。你给我少废话你！爸，都是因为这个野丫头，是她撕毁了紫金商会会长的真迹，还出言不逊，直接把张经理给气走了。你一定要把她给打出去！没错，你个野丫头，竟然在您的寿宴上撒野！哼，打出去的我都觉得便宜了。又看，直接打断他的手脚，让你爬出来，要回听，你长记性。你们还好意思提老爷子的寿宴，送了一幅假字画给老爷子，怎么不提了？爸，我之前我真不知道那幅画是假的呀，我花了真金白银我买的，你千万不能听这个野丫头的鬼话呀！登记之前，这幅字画就挂在金龙集团会议室，你手中的这幅画是真是假，自己不清楚吗？哎呦，假的又能怎样啊？那也是我们一片好心呐，不比你们空着手来的强啊！对呀，你蛮不讲理！没大没小的，你说谁不讲理呢？够了！当着众多宾客的面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我陈家的脸都被你们给丢尽了！老爷子，动怒伤身，您消消气。谁说我没有带寿礼来了？我的寿礼马上就到，而且可能会吓你。你说你给我送了一份寿礼？没错，我的寿礼马上就到，而且价值连城。就算他们那幅字画是真的，也无法和我的礼相提并论。小月，我怎么越来越看不懂这丫头了？习惯就好，我也看不懂。你个野丫头，人不大口气不小啊你不就是个秘书家的孩子吗？你能送什么寿礼？简笔画还是叠的小星星？小丫头，你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别在这丢人现眼！你一个小年纪，你学什么不好啊？非得在这当个哗众取宠的一个小丑！谁是小丑？待会儿自见分晓。
寿礼到！会来真的吗？他不知道啊，不会吧？难道这个丫头她真的给老爷子准备的寿礼啊？我倒要看看，这个丫头给我送的是什么寿礼。这是玉珠的裙子，这是玉珠的裙子。陈志国，爸的寿礼你送个裙子，你什么意思你？爸，我看这丫头她就是当众羞辱您呐，但她小小年纪，未必有这样的心机。我看她背后一定有人指使。宋大家，你别血口喷人啊！陈志国，你嫂子又没点你的名，你激动什么呀？你激动？我闭嘴！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吗？丫头，是谁让你把她送来的？这不是我送。爸，一定是我助理送错了啊！陈志国，你可真是好样的啊！当着大家伙的面送给爸一个裙子，我看你就诚心羞辱爸了。今天，陈志刚，他是你爸，不是我爸吗？谁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主意啊？那老爷子这些年因为你可没少生气。不是，我说你们在这拱火不嫌丢人，老爷子都替你们嫌丢人了。哼，那个小野种，你说什么？野种骂谁呢？野种骂你呢？只尖嘴利。好，这寿礼不是你送的，那我看看你能送什么寿礼。紫金商会代表到。如你所愿，我的寿礼到。不可能吧？紫金商会的代表秦林，老公，哎，这丫头说的该不会是真的吧？咱们陈家平时那跟那个紫金商会没有什么来往啊，他们怎么会派人给老爷子祝寿啊？那要不是的话，难道还有第二种可能？丫头，是你让紫金商会的人给老头子我送贺礼的吗？当然，这个小宋这么久才把寿礼送的，一会儿得好好教育教育他了。这小姑娘到底是谁呀？既能让张大鹏害怕，又能让紫金商会的人亲自过来送贺礼啊！等我回去再给你解释吧。那个小妹妹，刚才我的声音大了一些，别介意啊。哎呀，是啊是啊，一会儿买一点小零食，我们给你赔礼道歉啊。哄小孩的招式丢在我身上没有用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哎呀，那个小云，咱们是一家人呐。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。刚才拱火的时候，你们在想什么？哎呀，完了，这回全完了。哎呀，爸，您怎么在地上？爸，您坐在地上干嘛？哎呀，志刚，你快看呐，那男的紫金商会的代表是小翔。你现在是紫金商会的代表？爸，这还能有假？刚才是不是有人欺负您？您告诉我是谁？儿子替您出头。哎，看见没有？我陈志刚的儿子现在是紫金商会的全权代表。小丫头，你不挺厉害吗？继续跟我叫嚣啊你！是宋天林叫你过来送寿礼的。什么寿礼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不，紫金商会副会长的大名也是你能直呼的。来之前，这小丫头她口口声声说是她让紫金商会给老爷子送的寿礼。妈，这一个小野丫头啊，岂能相信？这紫金商会是何等的存在，岂能轮到她一个野丫头来支配？我再问你一遍，宋天林呢？放肆！你个没教养的野丫头，你还敢直呼宋副会长的名字？那又怎样？看来你是不知道我胸口的这枚徽章到底代表了什么。只要我想，
我就能让紫金商会一句话将你逐出天海市。裴强啊，你现在都已经是紫金商会的代表了，没必要和个小丫头一般见识。爷爷说的是，现在不管你是谁，立刻马上从这儿给我出去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啊！进了紫金商会，就把自己当成人上人了。是又怎么样？那么好，现在你被开除了。那么好，现在你被开除了。这么点的年纪啊，脑子就不好使了，这以后可怎么弄啊？他现在都这样了，这哪还来的以后？裴元，你今天难道非要让这丫头把我陈家的脸面丢得一干二净吗？老爷子，我绝无此意啊！啊，这陈天祥可是宋副会长的人，他跟着张大鹏可不一样。要不我们先回去吧，不然一会儿露馅了。这胆子真是随了你爹了，我都没怕，你怕什么呀？爷爷，今天是您的寿宴，这么大喜的日子，千万不要动怒啊！我给您准备了一份大礼，待您看到之后，绝对会大吃一惊。我儿子有出息了，不光是紫金商会的代表，还给您老准备了一个大礼，比某些只会吹牛的黄毛丫头强多了。那是，那一个小丫头拿什么跟我儿子比呀？那我可就拭目以待了。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我当时进紫金商会可是副会长亲自选拔，你有什么资格将我？真没想到，这陈天祥是宋副会长看中的人，那岂不是说他在紫金商会可以横着走了？陈家这次要彻底起飞了。是呀，我们得好好攀攀关系。宋天林年纪不大，怎么老眼昏花看中了你啊？不行，他来了我得问问，怎么回事？你放肆！那个口无遮拦的野丫头，你敢不敢再将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啊？你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？刚才的事情我看你年纪小也就算了，那宋副会长的名讳也是你能侮辱的？童言无忌啊，童言无忌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哎，我说这国呀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这里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耳朵听着，咱们陈家要是传出去侮辱宋副会长，要是找到门来，你承担得起吗？尽管叫他来吧。亲妈呀，你可少说两句吧。小小年纪，竟然如此不知道天高地厚，目中无人。老爷子，我给了你一次又一次机会，你非但不珍惜，竟然如此得寸进尺。看来今天非要让我把你逐出寿宴了。来人呐！紫金商会寿礼到，祝陈老爷子万寿无疆。爷爷，您消消气，我为您准备的寿礼已经到了。这不是我准备的字画。有了它，我陈家从今往后就不再限制于小小的天海市，成为国内顶尖家族都不为过呀！什么？紫金商会如此看重陈天祥？我儿子有出息了，给我们陈家这么大的机缘。哎呦，我的儿子，你真的是妈妈的骄傲啊！儿子啊，有了这份厚礼，不枉妈妈花那么多钱，托那么多人让你进紫金商会。太太啊，这是今天爷爷收到的最珍贵的贺礼，我们陈家出笼了。您开心就好。该死，竟然真的被他装到了。陈天祥，这份寿礼是你准备的？你什么意思？那不是我儿子准备的，是你准备的。算你聪明，
这价值100亿的合同，就是我委托宋天林送过来的。你自己用脑子想想，你一个黄毛小丫头，你有多大的本事送来这100亿寿礼？你厚颜无耻，你得有个度吧？还不立马给我离开这里！难道非要让老头子我动怒吗？老爷子，他陈天祥才刚刚进入紫金商会，怎么可能就拿到了价值100亿的合同送给您当寿礼呢？有道理啊，他刚进紫金商会，这价值100亿的合同也不能说送就送吧？天祥，你给我说实话，这份合同究竟是不是你送的？爷爷，哎呀，爸，您仔细想想啊，咱们陈家和紫金商会素无往来，只有天祥在紫金商会工作，那不是他送的，还能是谁送的？是啊，老爷子，您不能被这个小丫头给忽悠了。那无论怎么看，这个寿礼呀，那也是天祥送来的可能性更大嘛。说的对呀，除了我，还有谁能让紫金商会送进去？爷爷，这份寿礼就是我送的。不仅如此，待会儿紫金商会的副会长还会亲自到现场给您祝寿啊！唉，我这辈子就从没见过像你这么厚颜无耻的人。不是你说谁厚颜无耻的？待会儿宋天林过来，你再好好问问这份寿礼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你这野丫头还真是不撞南墙不死心呀！既然如此，等宋副会长来了，就要你死个明白。陈志国，你今天带着这个小丫头过来，难不成是诚心要让我们陈家的脸面丢干净吗？爸，我也是陈家人，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？我看你就是这么想的。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立刻带着这个丫头消失在我面前，否则莫怪我不认你这个儿子。爷爷，难道大伯他们一家人说的就都是对的吗？他们刚刚才给你送完一幅假的字画。我那是无心的，我是被骗了。但是你们一家人带着这个小丫头，那可是诚心来气老爷子来的。老爷子现在已经被骗得不分黑白了，再怎么说也没有用。那怎么办？难不成我们就这样灰溜溜的走掉吗？我可咽不下这口气。你就这点出息啊？面对这种情况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他住高楼，再等他楼塌。什么意思？我怎么没听明白？马上你就知道。紫金商会新会长宋天林到。哼，你不是要和他当面对质吗？这宋副会长马上就来了。坏了，宋副会长真的来了，看来这下咱们真的完了。罢了，我来承担。哎呀，宋副会长，今天您能来寿宴，我们陈家真是蓬荜生辉呀！寿礼送到了，送了。这紫金商会送给我们陈家的寿礼，这让我们陈家实在是受宠若惊啊！宋副会长，你能看在天祥的面子上，给我们陈家送一副价值100亿的寿礼，我们可生没齿难忘啊！他的面子，爸，你这么说话不外道了吗？天祥是宋副会长看中的人，那就是咱们自己人呐，自己人跟自己人哪有这么见外的？宋副会长，您放心。今天您能给我陈天祥一个面子，日后我陈天祥必定以您马首是瞻呐！陈天祥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份寿礼是看在你的面子上送来的？宋副会长，您别说笑，这在场除了我，那还有别人吗？你的面子可没那么大。等了半天你才过来，现在办事的效率越来越差。
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你竟然给宋副会长这样说话！你小丫头，我之前以为你是装的，没想到你脑子真出问题了。哎，我的小祖宗啊，他可是紫金商会的副会长，我都不敢跟他那么说话。我知道啊，我认识他，我还知道他小名是什么呢，我们俩很熟的。宋副会长，您息怒，这小丫头她不是我们陈家人，不知道从哪儿来的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和这小孩子一般见识。丫头，过来给宋副会长道歉呐！是他迟到了，为什么让我给他道歉？他给我道歉才差不多。倒反天罡，倒反天罡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让宋副会长给你道歉？他说的对，今天是我迟到了，该道歉的人也是我。这下完了，这个小丫头算是完了。今天就是活着不好吗？连宋副会长都敢得罪。宋副会长，他就一个小孩，说话没有把门，您别当真啊。这回谁也保不住这丫头。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？这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宋副会长，这竟然向一个小丫头道歉了，这我绝对是在做梦。除了紫金商会失事的那位以外，竟然还有人能让宋副会长鞠躬。天阳，这都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明成，你这个丫头，先前说的是真的，那寿礼也是他让紫金商会给准备的。不可能，是绝对不可能啊！有事。宋副会长，她不过是一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小野丫头。您身为高高在上的紫金商会的副会长，您何必跟她卑躬屈膝呢？这陈天祥小时候挺聪明的，怎么越过越回去了？爸，她可是我的亲侄女。怎么又成亲侄女了？事情绝对没那么简单。亲侄女，我真是老糊涂了，怎么没能早的想到这层关系呢？丫头啊，先前老爷子哎呀，老爷子您客套，先前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。小小年纪却不卑不亢，怎么越看越像我那去世的儿媳呀？小妹妹，咱们之间的事情，哎呀，你耳朵聋啊！这刚才不是说过去了？我可没说咱们的事情过去。先是侮辱我，再是厚颜无耻地说这寿礼是你们送的，然后又屡次想把我赶出寿宴。我可不是这么大度的人，说过去就过去。你们一家好大的胆子！宋副会长，您息怒呀！我刚才也是一时鬼迷心窍，这才冒认了您受礼的事儿啊。对，哎呀，那这全都是我们的错儿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千万不要跟我们一般见识哦。对，那个爸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帮我们说几句话呀。你们刚才的气焰不是挺嚣张的吗？谁造的孽，由谁承担吧。我今天累了，丫头啊，有时间多去陈家看看老爷子我。那个二弟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我可是你大哥呀，咱也是一家人。我帮不了你，怎么处理？留条命，别让老爷子老年丧子，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。陈云这小子，怎么是你？怎么是你？还没睡觉呢。我刚准备睡。这么小就喜欢看《悲惨世界》，还挺少见的啊。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就随便看看。我前妻
也喜欢看悲惨世界。那个陈叔叔，还挺巧的，我有点困。你还有事儿吗？温玉珠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装下去吗？陈叔叔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可不是你前妻。你就连说谎都会眨眼的毛病，跟他一模一样。爸，你大晚上的跑人家小丫头房间来做什么？我们赶紧走，赶紧走。你和你妈打算骗我到什么时候？爸，你说什么呢？她可是宋副会长的亲侄女，跟我妈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你喂，陈董，开发的事已经可以进行了，但是我们遇到了一点困难，需要您来解决。我现在已经开车过去了。哦，好。啊，爸，我带她出去还有点事儿，要不您先早点休息，天色不早了，是吧？哎，那不打扰你休息了，爸。难道是我真的搞错了？哎，李叔，等一下。陈董，您不会又要带着这位去办事儿吧？事情有点复杂，晚点给你解释。先说说项目遇到了什么问题？拆迁的项目遭到了清水村村民的阻拦，我们的人好多都被打进了医院。他们说要见到您才能谈，我怀疑他们是要坐地起价。清水村，台长，我可以帮你们解决。这次可不是开玩笑，那些村民可是真的会动手，我怎么可能会让你跟我们一起去冒险？放心吧，他们不可能碰我一下。想都别想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那些村民可和张大鹏他们不一样，一言不合就会大打出手，万一伤到了你我怎么办？是啊，小妹妹，我跟你说，他们都可凶了，他们才不管你什么身份呢，你的身份在他们那根本不管用。小雪，先回一趟我家，把他送回去。你不相信我？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。我不知道。这戏子真是随了他爹，这驴脾气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喂，会长，陈云去医院了。下次可不能动。陈云，你上哪里了？不是说你进医院了吗？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没事儿。陈董是送我来医院的。你没事就好。牛马的命不是命啊。陈云，你给他加薪升职吧。好啊！真的。当然了，他如果不是为了保护我，也不会被那帮村民给打伤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他那一瞬间怎么不像个小孩子了？喂？什么？他们又动手打人了？好，我现在过来。你现在过去能解决得了什么问题？难道你想要这个病房再多你一张床吗？但我现在不过去，就更解决不了问题。再让我可以帮你解决清水村的问题。我总不能每一次都要让你帮我吧？苗苗，帮我看好他。放心吧，沈总，我在哪，他在哪。过去乖乖坐好。林云，哎，回来。陈总，我知道你们公司价值那么多亿，也不差再给我们点赔偿款呀。张大哥，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我肯定会尽量多的为您争取利益，但希望您能多配合，
就不要再打人了。姓陈的，别他妈以为我们村人什么都不懂，你是个懂事的，还做不了主。这些事情没有您想的那么简单。我不管，反正我们村派我这个代表来跟你谈，你今天必须答应，要不然我哪还有脸回村里去的？张大哥，我是带着诚意来的，也希望您不要得寸进尺。我得寸进尺怎么了？有种你动我一根头发试试！张根生，你真长本事了！你们怎么来了？合同带来了吗？你又是从哪儿来的小丫头？你怎么会认识我？签字画押，每家每户1瓶给2瓶，按人头算就是1人50万，这个价格在天海市不算低。陈导，不得不承认，他做事可比你雷厉风行多了。你不在医院好好养伤，怎么把他带过来了？不是让你好好看着他？我这不也在看着他吗？算了，回去再跟你算账。只要不扣钱，怎么样都行。陈渊，还不赶紧管管这个没家教的小丫头！大人说话瞎掺和什么呢？是，张大哥说的有道理。赶紧带他回去啊！你看他手上还有伤呢。张二狗，你这些年活狗肚子里去了是吧？本事不见长，撒泼耍赖、坐地起价的能耐都跟谁学的？你怎么知道我小名的？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，把这个合同给我签，看在以前情面的份上，我可以不和你一般见识，否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你这个没家教的野丫头，你们家大人就是这么教你给长辈说话的？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啊？还真以为我是被吓大的？别欺人太甚！就是，嗓门大，本事就大了。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，这个合同你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好，还真以为人多欺负人少是吧？真以为我们清水村没有靠山吗？好呀，我给你时间把你那个所谓的靠山叫我，他来了照样也是靠边站。人不大，口气倒不小啊！记住你说的话，可千万别后悔。等我们清水村的靠山到了，陈岩，你的公司也得跟着倒闭。你认识清水村的人？当然认识了，那个张根生论我的辈分，还得叫我大姐。这个，那又怎么样啊？你现在可是个小孩，他认不认还两说。再说了，他背后那个靠山，万一真是个大人物怎么办啊？瞧你那没出息的样，什么大人物？能有我大吗？更何况你还认识那个人呢？我认识。等他来了你就知道了。你们在聊什么呀？带我一个呗。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。你才是小孩。你们完了！我们清水村的靠山马上就到了。说完了？你们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给我们每户人500万，然后再给我赔礼道歉，否则到时候你们能不能懂点心意啊？这些狠话我都听腻了，你赶紧把那个人叫我，我还等着回家睡觉呢。陈导，他这么能装，家里人知道吗？家里人也是最近才知道的。这回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谁都逃不掉。现在后悔。杰克逊先生，杰克逊先生，我操，怎么会是他们？原来你们知道他的大名啊，那我就省事了。实话告诉你们啊，这位啊，就是紫金商会的高管王，杰克逊先生。他呀，就是我们清水村的村长。行了，少说两句吧。村长，像他们这种想试图拆迁我们清水村的人，不用客气。要我说呀，就应该让他公司倒闭，把他们赶出清水村。黄铁柱，你这个村长当的可真失败。
你给我闭嘴！你这个有娘生没养养的小野种，你竟敢这么跟我们村长说话！王铁柱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哼，我们村长的名字，我不是告诉你少说2句吗？可他刚刚骂你了呀！他骂我，就是他打我也行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位可是咱们紫金商会新任的会长。什么？紫金商会新上任的会长是个小女孩？怎么？你还质疑我啊？哎呦！会长大人，我错了。哎，何总现在有钱，我们算10万，10万。又不是封建社会，叫什么大人？另外，合同上写的多少就给你多少，我们不会贪你这点便宜。把他带去给村民们签了吧。行，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？早知道是陈总的公司，那就何必让您多跑一趟呢？少拍马屁！明天我就要看到清水村628户，所有人都在合同上签上字。另外，亲手把我的人打进医院，他们都得赔偿。保证完成任务。你还不走？陈导，幸亏我把他带来了，要不然咱们这个项目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工呢。今天你是怎么说服小雪把你带过来的？我让她当我们陈家的儿媳，她就带我来了。什么？我就跟你开个玩笑，怎么反应那么大？该不会你真喜欢那小丫头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跟小雪是纯洁的友谊，怎么能开这种玩笑？我看那丫头挺不错的，既然你不喜欢，那我就把她介绍给别人了。不行，这小子还真是口是心非。你不是不喜欢吗？小雪是我的秘书，她要是结婚了，谁来帮我做事啊？别人我可信不过。别狡辩了，你骂我的眼睛就是尺。那小丫头也对你一片真心，要不然怎么会待在医院里？你别辜负人家了。喂，陈董，您能来趟医院吗？我要辞职。啊？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要辞职啊？是不是陈玉他克扣你工资，对你不好？我让你收拾他。我工作3年，陈董是对我最好的，公司的福利待遇我也很满意。公司最危难的时候，是你四处奔波求合作，这好不容易苦尽甘来了，怎么突然说要离开啊？陈董，我要结婚了。丫头，你没有开玩笑吧？怎么突然就要结婚了？那你结婚了，陈玉他怎么办啊？项目已经落实，明天就可以对清水村进行开发。陈董已经不需要我了，更何况比我有能力的人还有很多。你怎么这么突然啊？我爸炒股赔了很多钱，这些年一直是我在替他还债。他今天听说我受伤了，所以决定让我辞职。他还给我安排了婚事，对方是个炒股天才，正合他的心。开什么玩笑？这和卖女儿有什么区别？你把他叫过来，我要好好跟他谈谈。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，让自己的女儿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，这种人有什么资格当父亲？我怎么当父亲还轮不到你来教？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女儿受伤了，我这个当爸的不能来吗？就算你是小雪的父亲，你也不能让她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吧？你要钱是吗？我给。这小子怎么比我还急？哦，你就是灵敏的那个老板吧？我女儿因你而受伤，你赔点钱是应该的。况且我女儿要嫁给谁，那是我的家事，与你个外人无关。够了！你们不要再吵了。爸，
我为陈董重伤住院是我自愿的。再说了，要是没有陈董的话，我们家早在3年前就家破人亡了。你什么意思？爸，从小我娇生惯养，没有任何工作经验，没有企业可以收留我。只有陈董，他不嫌弃，还让我做他的秘书，是他给了我勇气，继续往前走下去。行啊，你小子，怪不得这丫头对你一往情深呢。我也没他说的那么好。你真是翅膀硬了啊！连你爸也敢忤逆了啊！他就是一个小公司的老板而已，这放在以前，跟我提鞋都不配。爸，你能不能不要活在过去了？我们家已经不是从前了，早就破产了。破产怎么了？破产能代表我不能东山再起吗？别废话，现在跟我离开！你不能跟他走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是我的家事，滚开！靠卖女儿翻身，你这个爹当的可真是差劲，做人也不是很好，还想东山再起，还是下辈子吧。你说什么？活了大半辈子，自己一事无成，指望卖女儿翻身，真是丢人。这是我的家事，你个小丫头片子懂什么？我是一个外人，不错。那你这么做事，你还是人吗？自己把家业赔得一干二净，让女儿出去打工还债，与你无关。你不要再说了。为什么不说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还有一点身为父亲的责任心的话，那就让许灵淼自己来选择自己的人生，而不是你来左右。我吃过的盐比吃过饭都多啊！她许灵淼是我的女儿，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她好。你口口声声的为她好，就是让她嫁给一个自己根本就不喜欢的人。喜欢能当饭吃啊！你们家欠了多少钱？我可以帮你们补上窟窿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以后不许再干涉许灵淼的生活。天哪！我们家欠的钱啊，就大让陈云他市值10几个亿的公司也还不上，就你个小丫头片子也能说替我还上补上窟窿？有什么不能的？你真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！我跟你多说一句，就是浪费我的时间。走。林淼，难道你真的甘心嫁给一个你根本不熟悉的人吗？你懂个屁！他灵淼的未婚夫，那可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炒股天才，17岁开始炒股，21岁声名鹊起，在美国创建了金融公司。你一个窝在青海市的小老板，你算个屁！我承认，他能力是很强，可您作为父亲，就真的忍心让自己的孩子嫁给一个根本就不熟悉的人？现在也只有他能帮我们徐家了。我是徐灵淼的亲生父亲，难道我不想看着我的女儿幸福吗？况且我也不能看着我徐家眼睁睁的毁了。爸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你什么都不懂啊！这么多年，我也在努力的想办法，不过他都失败了嘛。况且你嫁给他，这未必就是错的选择呀。我说过了，我可以帮你。你口中的那个人，连我提鞋都不配。你个小丫头片子，炒股你会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还真会。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会炒股啊？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。他就是大言不惭、胡说八道呢。就他这个年纪会炒股啊，恐怕连股票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吧？炒股有手就行。真是无知者无畏呀！我看和你这种小丫头片子说再多也没意义。那位的天赋可不是你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。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呢？还用试吗？如果你是一个炒股的天才，陈云的公司面临倒闭的时候，那为什么是我的女儿四处奔波给他谈项目，而不是你出手相助呢？要是我可以证明我自己。炒股可不是一般人能玩的，稍加不注意就会血本无归。要不咱们还是先想个别的办法。
这件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不过，我还是谢谢你想要帮我。你自不量力，我连赌都懒得跟你这种小丫头比。你不敢。你说什么？好歹曾经也是一个当老板的，怎么一点魄力都没有啊？连跟一个小女孩打赌都不敢。你敢不敢再说一遍？你要做什么？爸，你跟一个小女孩计较什么？你们两个好好看看，谁家的小丫头对着竖中指啊？爸，你怎么连小女孩都污蔑啊？我他妈的！是谁惹我岳父不开心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我的老婆因为别的男人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我这个做老公的怎么能不来呢？我们还没有结婚。早晚的事。岳父，刚刚是谁惹你这么不开心呢？女婿，你来的正好。就这个小丫头片子，刚才说你能力不值一提。小姑娘，我岳父说的是真的吗？没错，但是我没有说你能力不值一提。还好没把话彻底聊死，否则真不好收场了。怪了，他不是向来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吗？怎么还会服软啊？装腔作势的黄毛丫头，你刚才大放厥词的气势去哪儿了？怎么不继续装了呢？你也真的害怕了？好了，岳父，别跟一个小丫头片子一般计较。在他这个年纪啊，正是吹牛的阶段。等他长大了，就知道自己说的这些话有多么的幼稚。既然我女婿是这么说了，小丫头，过来，来道个歉，今天的事儿就算了。知错能改才是好孩子吗？你们俩在这儿一唱一和的，怎么不去说相声？去！我就知道没这么简单。好没教养的一个小丫头。我没有说你的能力不值一提，那我说的是，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你说什么呢你？女婿，这小丫头片子她口无遮拦，我看她脑子肯定是有问题的。你千万别跟她。你脑子才有问题呢。陈总，那是我爸。我杨峰18岁进入股市，靠着10块钱起家，现在成为了亿万富翁，在国际上我都是赫赫有名的炒股天才。你说我连给你提鞋都不配，你也太无知了吧？然后呢？你现在有多少钱？不多不少，刚好100亿，也就比陈云的公司市值高了10倍而已。才100亿，而且这只是套在股市上，你就敢在这嚣张？就这么点钱，连我一根头发丝都比不过。吹，你就继续吹，反正吹牛又不犯法啊。狗眼看人低，你姑奶奶我至少身价这个1000万，1000万可没资格在我面前嚣张。1个亿啊？难道这小姑娘真有1个亿啊？一根手指头的意思，表示无上限。但对我而言，只是一串冰冷的数字罢了。你装腔作势，你当你是紫金商会的会长啊？爸，还真被您说对了。什么？灵淼啊，你脑子有问题啊！你怎么连这种傻话都说得出来呢？紫金商会的会长怎么可能是一个小丫头片子呢？岳父，现在灵淼居然都能说出商会会长是他的这种话，这以后要继续待下去，不知道还要做出什么事情来。你叫杨峰是吧？既然你觉得你自己的炒股能力很强，那你敢不敢和我比？女婿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刚才还想和我赌呢。岳父，你放心，不让他们死心，他们只会继续缠着灵淼。好啊，那你说说，要怎么比？我们一人买一只股票进行投注，3天之后在证券中心见。如果我赢了，你以后就不许见到我。那你要是输了，我不会输。不知所谓。好，那就3天后见。不过，现在灵淼要被我带走。
走啊！走。你怎么就这么有信心啊？还没做就觉得自己不行，那一定不会成功。那你准备买哪只股票？我看这个天龙地产最近涨势不错，买了它肯定稳。你也就这点出息了，我要的不是我，而是赢。那你准备买哪只啊？它。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你居然要买天景医药？你懂不懂什么叫资本吗？陈云，你怎么还不来啊？别等了，他们8成不会过来。嗨，就算会来，也改变不了毕叔的结局。跟我们杨峰比炒股，那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嘛。陈总，林淼，你给我过来，不许去！你们居然还真有胆量过来，我还以为你们知道自己要输了，跑路了。你说什么？还没到最后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买的是万金地产的股票。据我观察，这只股票涨势凶猛，而且在今日必定会达到顶峰。不知道你买的是哪只股票？天景医药。你疯了吧你！天景医药那可是夕阳产业啊，如果没有资金介入，他们都已经面临倒闭了，你还敢买天景医药的股票啊？陈宇，这小女孩脑子有问题，你也跟着抽风？听我一劝，还是赶紧将股票全部卖掉，不然啊，你到时候亏得血本无归了。我的事情用不着你来操心。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那我倒要看看是怎么死的。那就拭目以待吧。哎，开市了。赚了！这万金股票这涨势啊，它今天指定能让我赚300万不止。杨峰啊，你可真是我许下的大恩人呐！岳父，蝇头小利罢了，只要你听我的，许家的债务很快就能平了。不过你可千万别向某人买一些夕阳产业的股票。那是自然，不过只怕那些买了天景医药的人啊，这一回都要赔得血本无归了。这杨峰果然不是浪得虚名，按万金地产这个涨势，今天起码要涨到3%。可我们天景医药一点涨势都没有啊！你急什么急啊？他们半场开香槟，那可是江湖大忌。小丫头，现在看到了你和我之间的差距了吧？如果当初你听我一劝，把股票全部卖掉，现在也不至于亏本。可惜啊，后悔都来不及了。你就这么确定你赢了？这还用看吗？万金地产的股票疯涨，今天谁的趋势还能超过它？愿赌服输，趁早离开吧，啊，免得再丢人现眼。岳父，既然他们想玩，那我们就奉陪到底。我一定会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。天景医药涨了！林淼，你不会出现幻觉了吧？这天景医业怎么可能？我操，怎么可能？难道你真的有内幕消息，所以才这么胸有成竹的？你简直是神了！你怎么做到的？好，有手就行。你现在说这些，未免为时过早了吧？就天景医药这个涨幅啊，再给他10天，也追不上万金地产。不得不承认，你这个小丫头还是有点炒股天赋。不过呢，你狂妄自大，居然敢选择一只夕阳产业和我做对比。哼！现如今天景医药如果没有资本的介入，你依旧是死路一条。
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就是心急，再等一等，让子弹再飞一会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装腔作势到什么时候。差不多了，好戏开场了。这机器是出现故障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淡定淡定，这种小场面没必要这么激动。现在该愿赌服输了吧？我不服！这一定是陈云暗中买通了工作人员动了手脚，否则这一个夕阳产业怎么可能出现暴涨？你放屁！陈云行得端坐得直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来？杨峰，你这个人怎么输不起啊？结果已经摆在面前了，你还不认账？杨峰说的有道理，我们炒股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这么爆冷的情况，所以一定是你们暗中动了手脚。爸，你怎么也这样？你知道我是你爸，还搁不住往外拐。现在立刻跟我走，给杨峰就把证禀了。你们想要耍赖？明明是你们使用龌龊的手段在先，否则这天影医药怎么可能会超过万亿地产？那不是天景医药的董事长钱万全吗？他怎么来了？这还用想？肯定是他们恶意扰乱股市，让人家天景医药名声受损。这下找上门来了，有好戏看。会长您好，感激你为我们天景医疗投资了300亿，祝我们渡过难关呀！300亿！钱董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这一个小丫头片子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钱呢？这怎么可能？现在国内能拿出来300亿来投资的人，只有紫金商会的会长，她不过是一个小丫头。闭嘴！你们两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！你们眼前这位就是紫金商会会长，如果没有他的紫金石出手相助，我们天景医疗早就破产了。你们侮辱他，就是在侮辱我。粗鲁了万全。我这个人喜欢低调，300亿而已，撒撒谁啊？淼淼，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他是紫金商会的会长呀？我早跟您说了，但是您不信啊。会长，先前是我自不量力，您就把我当做一个屁放。不得不说，你还挺有炒股天赋的。会长，您谬赞了，我跟您比起来，那是提鞋都不配啊！你别谦虚了。不过，虽然你是个天才，但天才也只是为我打工的门槛，他们都要叫我一声老板。淼，你一定要和陈爷好好发展发展，咱们徐家就都指望你了。喂，调查怎么样了？还在调查中，很快就能有消息。志国，有没有想我？哎，你什么时候回国？我在国外就听说你前妻去世的消息，所以特意赶回来，想着安慰安慰，顺便借机上位。这是你孙女？跟你前妻长得还真是像哎。我现在没有心情考虑这些，更何况陈云也长大了，我得考虑他的感受。志国，人家等你了那么长时间，你为什么连一次机会都不肯给我？我比他冯玉珠到底差哪儿了？爸，有个好消我又不是小孩子。打扰了，张阿姨。那个小云啊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都抱在一起了，还嘴硬呢。小云啊，好多年不见，当初那个穿着开裆裤要糖吃的小屁孩都有女儿了。这个女人居心叵测，
摆明了是想要当陈云的后妈，我绝不能让她得逞。小丫头还怪有脾气的，跟你那个没有一点女人味、脾气还非常暴躁的奶奶简直一模一样。你说什么？对，就这生气皱眉的表情都像极了。你以后可别跟你奶奶学啊，小心以后嫁不出去没有男人要。我忍不了了。小丫头还怪亲切的，是想让奶奶抱抱你吗？我是你奶奶。赵阿姨，您就别再逗小孩了。小茹，你下飞机还没吃饭呢吧？这样我请客，咱们天海酒店随便选。以后都是一家人了，还那么客气干嘛？你很多年没有尝过我的厨艺了吧？今天啊，我就再为你下厨一次。用不着你了，我也会做。没想到你小年纪还会做饭啊！好啊，那咱们就比一比，看谁做的好吃。比就比，真当我怕了你了？妈，咱们可是一家人啊，你没必要把我毒死吧？你这话怎么说的？我做饭有那么难吃吗？你做的那可不是饭，是毒药啊！我小的时候你给我做了一次，我半条命都没了。你别说废话了，但我不许吃它的。你怎么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？我命休矣。很多年没做了，凑合吃一口。手艺不减当年呐。你要喜欢啊，我往后啊天天给你做。小云，你也快尝尝。好强的杀气。小云，你怎么不吃？我等会儿再吃。端上来。吃我，快来吃我！陈云，喝我的汤。我不渴，能不喝吗？不行。KO。我还活着。难道我的厨艺就撑得过他赵月如吗？坏了，我还是第一次看他露出这种表情。其实也没那么难吃了，千人千味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口味。如果你现在再让我吃，我肯定能吃整整一锅。真的？真的。那这些给你喝。我刚做了一大锅呢，还热乎着呢。味儿大。看什么呀？快喝呀！停了。行了。难道你还想再昏迷一次不成？你妈我的手艺我心里有数，你先休息会儿吧。妈，你当初为什么要和我爸离婚啊？当初他心里只想着事业，所以我就提了离婚。后来我自己做生意的时候，慢慢的理解，原来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想要给我更好的生活而已。那你就没有想过要和他复婚吗？你开玩笑呢？我现在这副模样，我跟他复婚？况且他现在有了赵月如，哪还记得我冯玉珠啊？那如果我爸心里还有你呢？那复婚也不是不可能。你说的。我冯玉珠向来说到做到。所以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带你来验证我爸的心意啊。那你给我解释解释，那个女人来干什么？咱总不能把她留在家里，自己出来吃饭吧？好，你跟她吃。他又怎么了？他该不会是不喜欢我吧？没事没事，等我一下。
你怎么不去找你那个后妈，来找我这个亲妈了？不好意思嘛，我们先回去，回去我给你解释。要回你自己回。你该不会是害怕了？是不是怕自己比不过赵阿姨？我堂堂紫金商会会长，著名的企业家、慈善家，什么妖魔鬼怪我没见过。我怕她那么一个女人。走，今天就让她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云泥之别。这怎么菜单上都是米国语啊？没关系，我正好在米国待过一段时间，让我来点菜吧。不用你点，我会点。别开玩笑了，小丫头，就你在学校学的那点东西，可不够拿出来炫耀的，还是让我来吧。你太小看我。小孩子嘛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不是，你真会啊？这一口米国话也太纯正了吧！大惊小怪，区区一个米国话，有嘴就会。别说米国话，老娘我最少8国。哈，来吃啊吃！不行，我得找找话题。爸，您和我妈当年是怎么在一起的啊？这个啊，就让我来说吧。其实当初我差点就和老陈在一起了，但是无奈要出国留学，逼不得已才分开的。说起来啊，一珠还得谢谢我。爸，那当年是你追的我妈，还是我妈追的你？我追的你妈。好啊，老陈，没想到你竟然会主动。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，你可腼腆的很啊，而且这个杯子不听话，自己掉下去。岁岁平安，岁岁平安。我让服务员再换个新杯子。对，服务员再换个新杯子来。怪，这小丫头对我敌意怎么这么大？这么下去可不行了。爸，好多年没听过您唱歌了，我记得您唱歌特别好听。正好这餐厅里有唱歌设备，要不今天您献唱一曲？这几年都在应酬，早就不唱歌了。小云啊，你赵阿姨我上学时可是学校合唱队的，你既然想听歌，我来唱给你。可能有个秘密啊，你还不知道，我和你爸呀，不仅是同学，还是同桌呢。所以接下来这首《同桌的你》送给他。切！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唱的怎么样，老陈？唱功不显当年呐。赵阿姨，您的唱功确实了得。我也要唱。别自取其辱了，那唱功五音不全的。那我还眼睁睁的看着他在我面前出风头。没想到你人不大，会的还挺多。你是要唱小星星啊，还是两只老虎啊？我自己点。云淡风轻，一轮江月明。多么此生多情，一份惆怅，惆怅又情。这应该是一首老歌，不过我不在这里这么多年，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。这首歌叫《天不动情》。算了，还有些垃圾。
刻进在心底啊，多少回忆沸腾我的心窝。是你吗？云淡风轻，一轮江月明。这什么歌啊？天影之情你都不知道啊？你也太落后了吧！你很喜欢这个？那是当然。行，那等我们俩结婚的时候，我唱给你听。那你可要好好学，不然我可不嫁。我们天涯天涯无影，是不是天也不懂心？老陈，你怎么哭了？老陈，老陈，想起一些往事，但他已经走了，我还接受不了别人。我明白了。天不早了，回家吧。我还没唱完呢，你别走。你唱得很好。赵阿姨呢？那个女人昨晚就走，她竟然还不死心，说几年后就要来。赵阿姨对我爸还真是一往情深呢。哎，喂，我让你办的事情办了吗？陈总，这件事有点蹊跷，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快点说。陈英带回家那个小女孩，我们并没有查出什么蛛丝马迹，但您前妻的死绝不是正常死亡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怀疑您前妻的车被人动了手脚，可是车辆已经被带走，只有家属才能接近。只要看到车，就一定能查清您前妻的死因。玉茹竟然不是意外死的。爸，你怎么了？要不要去医院？我出去一趟。怎么了？这就是我前妻出事前的那辆车。咱俩来之前有人来过吗？因为事发时间不长，所以并没有其他人靠近过这辆车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我就知道，怎么好端端的，怎么可能出事儿呢？原来真的有人动手脚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究竟是谁害了你。为什么是你？陈总，如果不是您，我也进来不了这里，销毁证据啊！看什么呢？这么努。我爸刚才给我发来一条这个图片，我问他什么意思，他不回复，打电话也不接，他该不会去找赵阿姨了吧？这不是我车吗？刹车竟然被人做了手脚，不好，你爸有危险！别开玩笑了嘛，我爸在天海市还是有些地位的，谁敢随便动他呀？我现在没空和你开玩笑。喂，宋天林，我要你3分钟之内查出陈志国的位置。别挣扎了，没有用。你就是伤害我妻子的人。不愧是陈先生，竟然这么快就反应过来了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就是天青商会的会长莫天青。你想干什么？很简单，
我要你销毁证据，并忘了今天这件事。痴心妄想。别着急着拒绝，毕竟严格意义上来说，你也是我的同伙。你什么意思？所有人都只当那是一场意外，就连我也以为可以瞒天过海，没想到还是百密一疏，留下了证据。但是紫金商会那帮人直接将车封锁了起来。多亏有你带路啊，要不然我的人也没办法去销毁证据。怎么利用我？玉叔是跟你有什么怨什么仇啊？啊，你为什么要害他？无仇无怨，但是他的紫金商会处处压着我们天池商会，没办法，我只能用些手段除掉他。王八蛋！别这么激动，陈先生，我们都是遵纪守法的文明人。今天请你来，其实是想找你谈笔生意。有这么请人的吗？这只是非常手段，我都没想到你的秘书会下手这么重。先聊正题。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还敢出现在我眼前？老子对你不薄吧？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陈总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你怨不得我。天海市项目开发书，没错，就是整个天海市的开发项目，市值不可估量。只要你答应我放弃调查，并且销毁证据，我可以将它送给你。我要是不答应呢？说实话，除掉一个人已经很费劲了，我不想再对你下手了。毕竟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犯罪。但是如果你拒绝我，我只能让你们夫妻俩在地下断绝了。给我住手！给我住手！你来干什么？快走啊！都这么大个人了，怎么还会被绑架？再说了，我要是想走，人家也不同意呀。你说是不是啊？不愧是紫金商会的现任会长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，跟冯玉珠那个女人倒是有几分相似。你既然来了，就应该有所准备吧？啊，紫金商会现任会长。哦，怪不那天宋天林去陈家送寿礼呢，你安排的吧？说吧，你想要什么才能放我们离开？我要紫金商会的绝对控股权，只要你给我，你们两个现在就能离开，而且我保证，以后都不会找你们麻烦。你的话有可信度吗？我只是个商人，自然利益为主，非必要时刻，我也不想搞出人命嘛。不要相信他那句鬼话，他这种人不会信守承诺的。我看谁敢动他一根头发，我让你连紫金商会1%的股份也别想拿到。从你进这个门那刻开始啊，这一切都由不了你啦。我说的话，你信也得信，不信也得信。不要管我，无论如何都不能答应这个疯子的条件。行，我答应你的条件。这才是明智之举嘛！小小年纪就看得如此通透，我都有点惜才了。他这种人不会信守承诺的。你现在放我们离开，等我回去后，就把全部的股份转让给你。小丫头，你以为我莫天青是个傻子不成？
股份转让协议早就准备好了，就在这儿给我签。你怎么连这种东西都会提前准备好？少废话，赶紧签！不能签，把他的嘴给我堵上！哈哈哈！紫金商会终于属于我了！哈哈哈！现在该履行承诺了吧？哈哈哈！遵守承诺，我莫天清混迹商界这么多年，靠的就是背信弃义、出尔反尔。你们两个今天谁也别想活着走出这里！早就知道你会玩这一手。你什么意思？嗯？喂！都给我退后！谁敢上前一步，要他的狗命！都这么快？退后，听到没有？没想到，到头来让这个小丫头给我骗了。不过，你在这里敢动我，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能走出这个办公室吗？我今天来就没打算离。哎呦，总，我刚才说的话都是开玩笑的，你们千万别当真啊！还不快把陈先生放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要做到这个地步吗？过些天就是陈云的婚礼，我不想让他一个亲人都没有。你是玉珠吗？是与不是不重要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啊！我都听你话，放了陈志国了，你能不能先把刀放下来？你们俩慢慢聊啊！啊，到时你们两个一起去地下等我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，我必须看到他上车离开后才会放你。快备车，送陈先生回家，快！可是我走了，你怎么办呀？你少说点废话吧。既然我敢来，就一定有所准备。在陈云的婚礼上等我吧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哎呀，小祖宗，我都按你说的做了，你也该信守承诺了吧？这个刀顶在脖子上，它挺难受的啊！我说了，我今天来就没打算活着离开。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他妈的小杂碎，刚才竟然真的想杀我！少说废话，要动手就痛快点，啰里吧嗦算什么男人？不，杀了你，引起我心头之恨。你不是很关心陈家父子吗？那到时候就让你亲眼看着陈家父子是怎么被我大盾双腿、陈家不语的。你敢？如何不敢？现在立马把陈家父子给我绑回来！明白，会长。放了我会长，否则死！别以为我怕了你们不成？该死，这群废物根本就不是宋天林的对手。给我站住！再敢往前走一步，他就得死！放开我们会长，我给你一条生路。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要是不是你，我莫天清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？横竖都是一死，我今天就拉你垫背！你不要！
那故事的剧情好像是我。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是他留给我们2个最后的礼物。开心一点，不然他在天之灵也会难过的。让我们有请2位新人步入婚礼殿堂。玉珠，你看见了吗？难得孩子长大了，你也快当奶奶了。请问陈云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许灵苗女士为妻？无论顺境逆境、贫穷富贵，始终如一爱她、呵护她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请问许灵苗女士，你是否愿意嫁给陈云先生？无论贫穷富贵、顺境逆境，始终如一爱他、呵护他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接下来有请2位新人交换戒指。慢着！玉珠，妈，原来婆婆这么漂亮。我还没有到现场，怎么又交换结婚戒指了呢？这不是幻觉。小云，对不起，妈来晚了。爷爷，快来！哎，爸爸。 3、2、1，看镜头，